第3章是章太炎以诗礼垂询家事，力雪城门御书生涯，清贫拮据客居杭城，题诗讲学苏州讲学，广收弟子论医食药，不为良相返璞归真。愿葬青田。我拜识章太炎先生是在民国17年1928，那时我才20岁，初在中医专门学校毕业，常到武进姚公鹤老师家去补习国文。姚老师和章太炎先生友谊很深，3天5天总有书信往返，书信都叫我送去的，因此太炎先生对我很面善。那时太炎先生住在南阳桥康替路今建国东路第1小巷内，因为地处转角，课堂呈斜角形，太炎先生的卧室就在楼梯中间的阁楼上，上海人称亭子间。我每次去总是直达阁楼坐等回信。垂询家事，力雪城门有一次，太炎先生问我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。我答复他，我叫陈宝康，字存仁。又问我籍贯何处，家世如何，我一一对答。他起初以为我是恭贺先生的一个书童，后来经我说明，日间在丁甘仁老师处注写药方，晚间从姚老师学国文。他甚为激动，自称对中医很有研究，并且也能处方，所以对我大感兴趣，认为我要习国学，何不拜他为师。我听了这话，喜出望外，立刻对他3鞠躬，改称老师。他的太太汤国礼女士也走了出来，张先生要我叫声师母，他见了我非常欢喜，因为有了我在他们左右，可以帮他做许多杂物。章太炎老师讲的一口杭州话，但他并不是杭州人，而是余杭县苍泉镇人。他说话口齿极不清楚，而且有浓重的鼻音，因为他生过鼻渊，常年流浊涕，所以听他讲话很不容易领悟。我因生在上海，原籍浙江平湖，和杭州很近，所以他讲的话都能听清楚。我直至章门之后，他初时没有教过我一次书，不过指点我先读某书，后读某书，也时常提出些问题问我，略微讲一下就算了事。但是有时他会讲一个字，讲上半小时以上还讲不完，除非有客来访，才终止讲事，否则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。他这样的做法使我进步很快，所以我天天先到张老师处盘桓3、4小时，再到姚老师处逗留1、2小时。在张老师处临走他必留膳，但菜肴之列出乎想象之外，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、花生酱、咸鱼、咸蛋、豆腐等物。我总是伴着他进晚餐，因为他家中没有婢仆，菜肴都由师母就近购买，吃时他并不和我们同坐。经久之后，汤师母常教我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，到紫阳观买酱菜，其他一切杂物也都由我购买。太炎老师实际上经济情况非常穷困，他的嗜好只是吸香烟而已，自己吸的是金属牌，想客则用大英牌。此外，欢喜吸水烟，一桶水烟，地下壁流有一个烟蒂，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。他的衣衫常年不过3、4套，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。师母说，太炎先生最怕洗面，更怕沐浴，手指甲留得很长，指甲内黑痕斑斑。每天来拜访老师的人不过1、2位，因为那时他和时人交恶，所以来往的朋友远远不及姚老师。不过来访他的人都有许多食物带来，如绿豆糕、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，
是他最中意的。太严老师唯一的收入是靠卖字，他不登广告，所以来求字的人极少。幸而有上海著名兼善庄朵云轩主人，常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，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，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，总是留下笔刃银币50元。御书生涯清贫拮据，我到师门第2年才知道老师已欠租20个月，房东迫着要他迁出。张师母写了一封信，叫我拿去见董康受惊。董事很有钱，当即写了2张庄票，叫我带回。他有了这2张庄票，一张偿付积欠，同时迁居同福路金石门路同福里25号，将另一张庄票付租。搬迁之费完全由朵云轩主人负担。他们家私极少，但有木板书近8000册。同福路的新居较为宽大和爽朗，并特辟一室专供藏书，但全部书籍没有一个书橱或书架，只是在厢房中间隔上一条板桌，凡是实用书都放在桌上，不常用的都堆在地下。在同福里居住不久，张老师竟发了一笔小财。一天，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，要他写2件东西，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《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》，一件是讨袁氏凯檄。这2件原稿本是张师手撰的，冯氏要求他亲笔再各写1件，成为历史文献。当时冯氏不过制送笔润墨银20元。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，有无数人都来求张师再写这2件原文。我记得一共有50-60份，有的送墨银40元，有些送墨银200元。张师抱定宗旨，孝皇遗符口不言前，张师母又不便出面，一切都由我应付。张师大约写到10件以上，就恼怒异常，再也不肯动笔。经师母横劝直劝，他只是不出声。后来想出一个办法，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属牌香烟，有一次人家送他1罐且立可香烟，张师称他为外国金属牌，时常吵着要吸，师母不舍得买，这次就允许他每写1件买1罐给他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